Hello，大家好，欢迎回到 ET Love 女侠小爱的频道。相信大家多多少少都听过图坦卡门的大名，毫无争议，他是古埃及最著名的法老。从1922年霍华德·卡特发现了他的陵墓以来，已经在西方世界风靡了100多年。但是随着小爱不断的搜索研究，发现世人对他的误解也太深了吧。那么今天我们就来把谜团一一解开，猛料很多，对历史考古感兴趣的宝贝们一定要看到最后哦。首先，第一个误解就是图坦卡门为什么这么红？我想最根本的原因大家应该都知道，就是他在帝王谷 KB62 的陵墓是世界上唯一一个在3000多年里边没有被发现、保存近乎完整的古埃及陵墓，出土了5398件纯金或者包金的珍贵陪葬品，其中的黄金面具是现今世界上估值最高的文物哦，价值在5兆到10兆美元之间，相当于1万亿到10万亿美金。所以图坦卡门也被戏称为金光闪闪的男孩，这是有史以来考古历史上最伟大、最重要的发现之一，就是物以稀为贵。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就是文物好不如商业宣传的好。埃及政府有关部门联合了很多主要的西方发达国家，在过去的60年间，马不停蹄地在全世界举办了数不清的巡回展览。这就和 Beyoncé、Taylor Swift 搞世界巡回演唱会一样，每次展出都会吸引来上百万的参观者，不仅让小图成为最红的一个 IP， 主办方通过售卖门票和周边产品，比如 T-shirt、玩具、海报等等，也赚得盆满钵满，所以大家都非常的开心哦。不仅如此，小图的形象还在1966年的蝙蝠侠电视系列中客串了，但是因为他要统治高谭市，最后被蝙蝠侠痛扁了一顿。美国著名的喜剧演员、音乐家 Stephen Martin 还为小图创作了一首非常恶搞的歌，歌词中提到，图坦卡门喜欢在尼罗河旁边跳舞，女士们都很吃他这一套。最后，这首歌还登上了当时 Billboard 排行榜的第17位，这也让小图更加的大红大紫了起来。当然，这也少不了诅咒的功劳，这就牵扯到了我们今天的第二个误解。在陵墓的挖掘过程当中，那些最早进入陵墓的人，据说都离奇的谢世了。于是很多报纸杂志报道，这是因为他们中了法老的诅咒。无论是谁搅扰了法老的宁静，死神之意就会降临他的头上。说的神乎其神。然后好莱坞还拍了几部法老诅咒的恐怖片，搞到大家都人心惶惶，就怕被诅咒上。但是事实是，这些都是以讹传讹，有些纯粹就是小说家的杜撰。当墓穴和石棺被打开时，有58人在场，仅有8人在12年内逝世。过早升天的人可能是感染了古墓中的远古细菌，或者是受到陵墓的辐射，又或是其他的天灾人祸。反正人家陵墓发现者霍华德·卡特觉得没有什么诅咒啊，他是在17年后，在64岁的时候正常升天。其实小图的陵墓里边只发现了这句话：我看见了昨天，我知道明天。感觉很哲学，有一种冲破时空限制的感觉。所以小图自始至终都没有诅咒哦。如果大家还不相信的话，也可以来订阅关注一下我的频道。反正我是今年下去小图的陵墓，如果发现有什么不对劲，我会上来告诉大家哦。接下来我们要彻底搞明白第三个误解，就是整个世界对小图的低估和轻视。在西方呢，大多数媒体、考古学家都会用 insignificant 这个词来形容小图，认为他是一个很平庸、很无能的法老。
乔恩·怀特在他1977年版《卡特发现图坦卡门墓》的序言中写道，生前被认为是埃及最不受尊敬的法老之一，他在死后成了最著名的法老。可是真的是这样吗？这咱们就不得不从他那叛逆理想的爸妈说起。大家应该都听说过这两位吧？爸爸就是那个不喜欢古埃及艺术滤镜，创造了写实艺术阿马尔奈风格的阿肯纳顿。现在很多壁画石雕都写实地记录了他的骨骼惊奇，极其细长的四肢、突出的腹部和宽大的臀部。所以有人说他是男扮女装，有人说他是双性人。最可靠的说法应该是由于近亲结婚导致，但这也不耽误他的爱情生活哦。他的大王后就是古埃及最美的女人，也是世界4大美人之一的绝世美女 Nefertiti。 这个名字的意思是迎面走来的美人。至于多美呢？大家看她的雕像就知道了。这个石灰岩与灰泥雕塑成的彩绘人像是世界上最著名的古埃及艺术品之一，现藏于德国柏林新博物馆。这是因为1912年发现这个雕塑的德国考古学家路德维希·布尔哈特是以欺骗的手段将它运出埃及。后来著名的艺术学院落榜生阿道夫当时超级喜欢它，所以拒绝归还埃及。但是这个 Nefertiti 和小图没有任何血缘关系哦，小图的亲妈具体身份不明，很大可能是他爸爸5个姐妹中的一个，并且在图坦卡门幼年就去世了，所以小图从小是跟着奶奶，也就是他的阿嬷，古埃及最著名的平民王后泰雅王后长大的，也算是有过快乐的童年吧。话说亲爸和后妈2个人恩爱有加，举案齐眉，不分你我，他们一起分享权力，共同执政。他们想要建立心目中的乌托邦，所以在执政期间搞了一件古埃及历史上最大的事件——宗教改革。他们要废除传统的多神教，什么拉、欧西里斯、赫鲁斯、阿努比斯、伊西斯的，咱们都不要了。从今往后，世界上只有一个神，太阳神阿顿。对的，阿顿就是这个样子哦。而阿肯纳顿和 Nefertiti 是通往神的唯一途径，成为人民与神交流的唯一中介。后来，这对皇室情侣还直接以神自居，这样就不需要原先作为众神传话筒的祭司阶层了，法老和王后就可以集中权力，控制住了整个国家。但是革命之路不好走哦，在宫中，法老和祭司两方势力不断的剑拔弩张，而整个社会还保留着深厚的信仰根基，没有准备好接受这么激烈的变革，民间也矛盾冲突不断。好巧不巧，这期间还爆发了大瘟疫，有可能是世界上第1次大流感。就这样，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埃及直接被搞破产了。在执政17年后，阿肯纳顿和 Nefertiti 就相继在历史中消失了。又在这新的一神教和旧的多神教之间的紧张局势达到了高峰的时期，9岁的图坦卡门不得不去继承家业，还是个宝宝的时候登基成为法老，接受了一个烫手的山芋。小图当时有2个顾问的协助，大臣阿伊和将军霍朗赫布。这个大臣阿伊背景非常的深厚，被考古学家推测是小图奶奶泰雅王后的兄弟，还是 Nefertiti 的父亲。据说他才是真正掌握国家权力的人，可以直接帮小图做决定。在他的指导控制下，小图在执政的9年里边，结束了父亲提出的激进宗教革新，重新崇拜传统的阿蒙和众神，恢复寺庙，并把首都迁回了底比斯，专注于帮助国家恢复到正常的状态。在他统治的第3年，
还把自己的原名从图坦卡顿改到了图坦卡门，意思就是阿蒙的形象。至于是不是出于自愿，我们无从得知，所以没办法完成作为一个法老拓展国家版图和修神庙的 KPI， 平庸的业绩也不能全怪小图哦。这还牵扯出了第4个误解，就是小图本人真的是个弱鸡吗？其实他本人大约有167公分高，和高富帅拉美西斯2世的170公分来比，也只是逊色一点点啦。据说当时古埃及男生一般的身高是159公分，所以他并不是传说中的矮瘦，但是先天条件非常不好是真的。他有着图特摩斯家族独有的龅牙，特别是门牙及虎牙明显突出，也曾经有轻微的唇腭裂，并且可能有不严重的脊椎侧弯和左脚因为骨组织坏死而变形内弯。此外还有发育的胸部，这个在我们前面说的恶搞歌曲中 Steven 也一一模仿了。但是现实中所有的病痛加起来，就导致了小图每天不得不拄着拐杖行动。可是就这样，他还至少参与了2场战斗，去世之前的几年都很积极地参与军事活动。他的陵墓里也出土了大量的军事装备，比如弓箭、连状剑、匕首、护腕、狼牙棒、盾牌和一根短棍。值得一提的是，其中还有一个陨石做的匕首。如果这些都是图坦卡门生前用的，那么表明他接受过广泛的武器培训，所以有可能小图本人很积极乐观，身残志坚，和其他男孩子一样，想要各种兵器样样精通来保卫国家。我想他也应该很想作为一个伟大的法老被大家记住吧。这样看下来，图坦卡门事业发展的确很不顺利啊，但是他的家庭生活更是悲喜交加。据说在他登基之后不久，也就是9岁多的时候，就被安排着娶了 Nefertiti 的女儿安赫塞纳蒙，也就是他6个同父异母的姐妹中的3姐。这个3姐比他大几岁，后来2个人慢慢的也发展出了爱情，婚姻很幸福，还生了2个女儿。但是因为血缘关系太近了，宝宝们都因为先天性的缺陷而夭折了，后来都被做成了木乃伊，放在小图的墓室里边，据说可以在阴间和永生里边保护他。图坦卡门短暂的一生就在这种复杂艰难的环境里边上下求索，然后在19岁的那年出了意外，第2天就升天了。他的离世也标志着第18王朝皇室血统的终结。关于死因，考古学界众说纷纭，有各种猜测，比如暗杀、被人毒死、得麻风病，或是被蛇咬到。这也是我们今天要讨论的第5大谜团。有考古学家发现，他的木乃伊相当不完整，头和身体是分开的，有一根肋骨断了，胸骨和心脏也都没有了，所以认为是被高速战车压过身体。也有医生相信是颞叶性癫痫导致他跌倒并且摔断了腿，还有各种其他小爱听都没听过的疾病也可能是原因。2010年，埃及学界的权威人士扎西哈瓦斯领导的团队宣称，通过 DNA 分析显示小图体内存在着疟原虫，它是在疟疾和科勒病并发后身亡的。就这么简单吗？有点不敢相信哦。不管怎样，可以确定的是，目前没有任何关于图坦卡门最后日子和去世原因的记载。从断腿到疟疾并发症都是导致他升天的原因，但小爱更愿意相信图坦卡门是被人害死的，因为这时他已经长大，慢慢有了自己的思想，不好控制了。成家的下一步呢，就是立业，有可能不知道动了谁的奶酪。
再有，控制他的人可能有了些年纪，再不赶快动手，自己就没有多少时间了。当然，1000个人心中有1000个哈姆雷特。宝贝们，你们又是怎么看的呢？不管怎样，法老突然驾崩了。当务之急的问题就是谁是下一任法老。因为咱们上边说过，图坦卡门走后没有留下任何的子嗣，所以当时参与法老这个职位竞争的选手有3个：王后、大臣阿伊和将军霍朗赫布。话说三姐王后顾不上悲伤，马上写信给北方的西台帝国。顺便说一下，这个帝国呢，就在当今土耳其的位置哦。我的丈夫死了，而我又没儿女。听说你有许多王子，你能给我一个儿子与我结婚，并让他成为埃及的法老？我不想嫁给仆人，我很害怕。意思呢，就是时间紧急，如果他不能够在小图下葬前结婚，就得嫁给下一任法老。很大程度上有可能就是阿伊或者霍朗赫部中的一个哦。显然三姐她不愿意。西台帝国觉得这正是个控制埃及的好时机，于是欣然地派出了一个叫做扎南扎的王子。但是这个王子在去埃及的路上竟然被暗杀了，这也就导致了西台帝国怒火中烧，立马出兵来攻打埃及。那么将军霍朗赫部就不得不去迎战。这时候阿伊就顺理成章地在家负责小图的后事。而当时古埃及的习俗是，谁安葬了法老，谁就是下一任法老。所以宝贝们，你们觉得谁最有可能杀害了扎南扎王子呢？不仅如此哦，据考古学家推断，阿伊在安葬图坦卡门的时候也真的是坏透了。他把自己帝王谷东谷的陵墓 KV62 给了图坦卡门，自己霸占了小图原本给自己准备的比较大的西谷陵墓 WV23。在 KV62 陵墓里边，也只给一间房间画上了粗糙巨大的壁画。后来画还没晾干，就把墓给封上了，所以导致壁画后来都发霉了。我们现在去帝王谷图坦卡门的陵墓去看的话，壁画还都留有很多的黑斑。反正阿伊就是摆明了，我没时间没兴趣，赶紧的给他糊弄完拉倒。就连小图的木乃伊也做得很潦草，什么程序什么仪式都不管了，包起来就好。然后还拿走了他的心脏，意思就是想让小图无法通过死后世界的称心测试，就无法到达永生。这下手也太狠了吧！这里插播一句哦，大家想了解详细原因的话，可以来看我这部影片。考古学家们还发现，在图坦卡门陵墓里边出土的5000多件陪葬品中，有80%到90%竟然都不是专门给他制作的。我们今天就来数算一下哦。首先是黄金面具，大家可以清楚的看到，这个面具是有耳洞的，而小图从小就不喜欢戴耳饰。后来考古学家们认定，面具上面的脸部确实是小图本图，但是其他部分很有可能是 Nefertiti 的。黄金棺材里边也发现了签名，应该也是 Nefertiti 的。至于石棺、珠宝、黄金宝座，原本签名雕刻也被抹去，被认定应该是阿肯纳顿的。而那些女性的雕像和摆明了是女性头部的卡诺普坦，也应该是 Nefertiti 的。大臣阿伊之所以放这么多的陪葬品，也并不是想给小图足够的财产，好让他在永生吃穿不愁。实际上，他很有可能是把小图的陵墓当成垃圾箱了，把所有宗教改革时期的东西，包括阿肯纳顿和 Nefertiti 留下来的东西都丢进去，让所有有关宗教改革的一切彻底消失。所以宝贝们，这就是世界对图坦卡门的最终误解。
原来我们看到的陵墓、墓室、石棺、金棺、黄金面具、宝座、战车、金牛头、太阳船和其他80%到90%的陪葬品，都是从原来的所有者那里改装过来的。就是除了木乃伊，可以说基本上都是二手的。原来我们被骗了这么久，这应该叫做阿肯纳顿、Nefertiti、图坦卡门和祭司们的珍宝展吧，又或是古埃及宗教改革时期珍宝展。现在大家也都知道了小图经历了多么悲催的一生，我也错怪你了，真的对不起小图。而这集的反派大 boss 大臣阿依，在草草的处理完葬礼后，就马上迎娶了3姐王后，也就是他的外孙女，登基成为了法老。但是在夺得王位后的4年就升天了。接下来大将军霍朗赫布成为新的法老，他还特地的带了一帮人去大闹了阿依的陵墓，砸碎了他的石棺，抹去了他的名字，最后搞到连一代名臣阿依的木乃伊也不见了踪影。如果大家想要第一时间收看我最新的影片，可以点击订阅，打开小铃铛，我们下次见喽。